观众朋友们好，这里是大师局，我是王珍。朋友们，太离谱了！号称中国高端西北菜代表的西贝，一夜之间成了网友口诛笔伐的对象。短短2天，营业额蒸发200万，苏州门店贴公告准备关门，北京3家店也同时熄灯。要知道，西贝这些年靠21块钱一个手工馒头打响名号，结果现在被罗永浩一句全是预制菜还那么贵，恶心，直接打回原形。网友们涌去门店抓现行，社交媒体一片怒吼：我们花的是现炒的钱，却吃到工厂半成品，这不是欺负人吗？更戏剧的是，西贝老板贾国龙当场放话，一定起诉罗永浩。结果罗永浩反手开直播悬赏10万，直喊西贝要是敢说完全没用预制菜，那就是撒谎。这场对决直接把中国餐饮业最大黑幕预制菜推上了风口浪尖。西贝可不是什么路边小吃店，它是中国人熟悉的高端西北菜代表品牌之一。到2025年，全国大概有400家门店，17000名员工，开在各大城市的商场里，环境干净，口碑一直不错。而且它一直标榜的就是手工现做，高级精致。例如那个在网络上被讨论疯了的21块钱一个手工馒头，就是西贝的代表作之一。而对比一下，一般馒头在中国市场只卖2块钱。所以当罗永浩说西贝几乎全是预制菜时，很多消费者都炸了，因为大家原本以为自己吃的是匠心制作，结果发现却是中央工厂流水线产品，这反差太大了。罗永浩的这条微博火速引爆话题，他不只发了1条，而是连发了近100条微博，直接狙击西贝。结果媒体、短视频、自媒体甚至直播主全都冲去西贝门店抓现行。官方媒体也跟进报道，预制菜瞬间成了热搜第一。就在这场风波中，西贝创始人贾国龙也终于发声了。他说：“这是我们创业以来最大的外部危机。”甚至透露，光是9月10号和11号2天，西贝门店的营业额就少了200万人民币。如今，苏州繁华中心的西贝店已贴出公告，将于10月1号关闭店面。北京的3家西贝店也宣告同时关闭。这还不算完，贾国龙在镜头前放话，说西贝一定会起诉罗永浩，一定。贾永浩这边也没示弱，他在直播里公开悬赏10万元，说西贝如果敢说完全没用预制菜，那就是100%撒谎。面对巨大压力，9月12号，西贝终于在官方微博上发布说明，他们放出了一堆图片，详细展示他们每道菜的制作流程，强调说我们是匠心制作，不是预制菜。但很快又有网友爆料说，他们在儿童餐里发现疑似工厂做的鳕鱼条、牛肉饼，质问这是你说的现做吗？舆论风暴依然没停。到了9月15号，西贝再次发声，这次发的是叫西贝致歉信，信里说我们没有违反预制菜，只是中央厨房的前置工艺。但他们还是低头了，说从10月1号开始，所有卤肉、烤串类的菜品都会在门店现场重新制作。也就是说，10月1号前确实不是现做。说到底，这场风波不只是一个企业形象危机，它揭开了整个中国餐饮业的预制菜真相。餐厅是否应该被允许用预制菜？高价菜品用了预制菜，算不算欺骗？消费者有没有知情权？这次西贝被舆论骂翻，争议的焦点其实不是预制菜本身，而是另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民众真正愤怒的不是菜是不是预制的，而是为什么要骗我说是现做的。西贝的忠实食客刘先生，从2024中国新年带家人第一次吃西贝之后，家里就每个月都固定在这里聚餐2次。为什么？因为他觉得这家店干净，食材新鲜，值得信任。但当他看到罗永浩的爆料后，感觉被欺骗了。他说，我难受的不是他用预制菜，而是他一边用预制菜，一边收我现做的钱，还说自己是现场手工做的。我不是小孩，
不会吵着问这些菜健不健康，我只在乎为什么要骗我。这句话引起了数以万计中国网友的共鸣，网络舆论顿时聚焦，从微博到抖音再到小红书，跟西贝有关的讨论里出现最多的关键词不是食品安全，不是口味差，而是2个字：诚信。在中国消费者的心中，当你发现高价背后藏的是流水线成品，那种心理落差就像买到假冒名牌一样，刺痛的是自尊和信任感。9月12号，罗永浩再开播，这次他同时在微博、抖音、哔哩哔哩3大平台同步开直播。直播背景板上清楚写了12个大字：不反对预制菜，要求透明标示。简单来说就是你用可以，但请你告诉我。这句话直指中国餐饮业现在最核心的问题：消费者到底有没有知情权？另一个让消费者不满的点就是价格。你可以用预制菜，但你卖的这么贵，是不是太说不过去了？在中国，很多人依然坚信预制菜等于成本低，等于应该卖便宜。但对食品从业者来说并不成立，因为预制菜需要中央厨房、冷链运输、标准化管理，这些都不便宜。可问题是，你没有把这些说清楚，却还在打着现做手工菜的旗号，价格还贵出一大截，这就让人觉得你在骗吗？所以这场抵制预制菜的怒火，不只是对菜品的抗议，更是一种对被误导的强烈不满。最讽刺的是，西贝否认自己使用预制菜，说自己只是使用了中央厨房前置加工工艺。那意思是说，我们有提前处理，但我们不叫预制菜。这也揭露了另一个根本问题：预制菜的定义太模糊，让企业有太多的灰色操作空间。这不仅让消费者很难判断自己到底吃了什么，也让市场监管变得困难，导致一个假象：你可能天天在吃预制菜，但你根本不知道。所以让我们回到一开始的问题，民众到底在抵制什么？我想不是在抵制科技，也不是在抵制工业化生产，更不是在怀念老爹炒菜的味道。他们抵制的是被当傻子对待的感觉。你怎么能睁眼说瞎话，卖给我高价的失落与愤怒？你去吃饭会在意这道菜是不是预制的吗？还是你更在意餐厅有没有诚实的告诉你？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观点，因为这场关于餐桌的信任风暴还远没有结束。当我们讨论西贝是不是用预制菜时，很多人其实没发现，这不只是一家餐厅的争议，而是一场餐桌上的产业革命。因为无论你喜不喜欢，预制菜正在以爆炸性的速度渗透整个中国的饮食文化。2024年，中国市场监管总局等多个部门联合发布了一份重磅文件，明确了预制菜的定义。预制菜是指使用农产品或其制品作为原料，经过搅拌、腌制、成型、炸、烤、煮等工艺，预先加工好的半成品，最终加热后才能使用的预装包食品。简单说，就是工厂先做好一半，你回家或餐厅简单加热就能上桌。那么问题来了，像西贝这样的品牌就声称是由自家中央厨房统一配送，不叫预制菜，是我们现做的半成品。网友立刻追问，那些能放18个月的半成品还叫现做吗？中国预制菜产业到底有多大？答案是大到惊人。在海外 X 平台上，不少网民质疑，突然膨胀的预制菜产业背后站着的大老板是红色权贵。据官方统计，全国预制菜加工企业超过7万家，2023年一年行业产值就突破5000亿人民币。在那一年的上海国际餐饮食材展上，几乎所有参展商都在推预制菜产品。到了2024年，中国预制菜出口总额更是从2年前的30亿美元猛涨到70亿美元以上，预制菜成了中国食品出口的新引擎。你可能没想到，你在国外吃到的中餐外卖，很可能就是中国某工厂预制、冷冻、打包，再漂洋过海送出去的。就在西贝风波火爆的当口，
9月13号，中共国家卫健委主导的预制菜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草案正式通过专家审核，即将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份草案首次明确几件关键事，包括预制菜的法律定义是什么，餐厅用了预制菜要不要强制标示，消费者怎么知道自己吃的到底是不是预制的。如果这份草案最终落地，中国餐饮业将迎来史上首个预制菜法律规范。让我们来深挖一下，中国人为什么对预制这2个字这么愤怒？预制菜其实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对企业来说是效率、标准化、成本控制，但对消费者来说，就是我的食物还新鲜吗？你卖我的是不是骗人的工业产品？特别是中国社会过去20年连接爆出可怕的食品安全事件，3聚氰胺奶粉、地沟油、毒馒头、毒大米等等，每一次都深深伤害了民众的信任。所以这次西贝事件才会这么火爆，它绝不是一场品牌危机，而是中国人对安全感崩溃的反射性抗拒。真正让舆论炸裂的是这句话：你们不只是给我吃预制菜，还预制了我的选择，预制了我活成什么样。中国消费者的怒火不是指向一家餐厅，更指向整个政府长期以来对食品安全监管的无能与资讯不透明。目前为止，那个关于预制菜的安全标志还只是一份草案，连实施日期都没有。当西贝说我们不是预制菜，别的家说这是半成品，你能分清楚吗？胡锡进说，要想在中国吃到完全现炒的菜，只能去路边摊。这种说法被网友怒批，不是现炒吃不起，是你们不让我们知道到底吃了什么。这场西贝事件真正打动人的，不只是健康疑虑，而是更深层忧虑。难道我们不只吃的是预制菜，连我们的人生、命运、选择都已经被预制好了吗？你可能以为预制菜只是出现在餐馆，但事实是，对大多数普通人来说，早就在医院、工厂、学校食堂里吃了10几年。尤其在中小学，家长们最不能接受的就是学校给学生吃没得选择的预制大锅菜。那么谁能吃现炒呢？政府机关、高级企业食堂、私人会所，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吃上一顿现炒饭。还记得2021年那个震惊中国政界的事件吗？河南济源市市委书记张占伟在食堂当众掌掴副市长，只因他没资格在这里吃饭。阶层不平等通过一顿饭展现出来。不是所有人都有选择食物的权利，所以这场风暴真正揭示的是3个关键矛盾。第一是民众对食品安全的深度焦虑，第二是当局对食品监管的能力失信，第三是阶级分化通过食物选择进一步拉开距离。这是无数普通人对是否被平等对待的深刻叩问。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